老天爷！我上辈子在现代已经走完了一生，了无遗憾。你却让我在临死前穿越到了这大梁国，当个叫花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大哥，这是我的馒头。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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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欺负我弟弟！弟弟，吃，快吃！1年了，整整1年了，我甩掉你18次，你每次都能找到我，你可真厉害！我不会丢下弟弟，弟弟去哪儿我都能找到你，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不分开。我服了，我说了多少遍我不是你弟弟？不，你就是。这样，咱们就这个馒头一人一半，分开各走各路，以后不许缠着我了，听到没？我不要馒头，我要弟弟。哎呀，行了，吃吧，一人一半。我不走。哟，刚好姚毅缺个名额，把他抓到矿场上去挖煤。都快1年了，还没有若雪的消息吗？启禀陛下，属下已寻遍大梁9州，依旧没有三公主的消息。臣以为……住口！母皇息怒。当初四儿与若雪溜出皇宫玩耍，岂料四儿落水身亡。若雪不愿接受事实，多次逃出宫寻找小四。你们说，她一个赤儿走在这世间，得受多少苦难啊！陛下，微臣这去再寻一番。母皇，三妹吉人自有天相，她会毫发无损的回来的。是的，母皇，眼下北燕30万大军已南下我大梁边境，此乃当务之急。哼，燕北数次扰我边疆，正当我大梁不敢一战。陛下，如今多事之秋，微臣斗胆进谏，您恐怕要考虑储君之事了。挖矿！我操！这个时代10个去挖矿，8个都得挂！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那个女叫花子不拿吗？女人的力气太小，到矿上也是浪费粮食。放开我弟弟！弟弟别怕，姐姐就来救你。大人，求你们别打他，他只是一个傻子，快住手！我跟你们走。不要！傻子！弟弟，别怕，姐姐在。不会是晕倒了吧？妈的，臭叫花子，竟敢咬我！我还你为了！不会死了吧？死了活该！走，送这个家伙去矿上换钱要紧。弟弟，你别丢下我，我好害怕。弟弟，你在哪？傻，姐姐别怕，我在这儿。你为什么一直要走？你为什么不肯留在我身边？你不要走好吗？你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不哭，不怕，我不会走，我不会再丢下你的，我发誓。在这个世界，在乎我的恐怕只有你这个傻子了。以后，你就由我来照顾吧。哟，
这妞虽然满是污垢，她长得还不错呀。看她身上的首饰也挺值钱，上去探探。嘿嘿嘿，姑娘，你一个人去哪儿啊？我要找我弟弟，你们见过我弟弟吗？见过，见过。来来来，跟我们走，我们带你去见弟弟。好啊，好啊。咱哥俩的运气真不错呀！啊，对呀，这妞极品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们两个骗子！老黑，别怕，我是来救你的。弟弟，你去哪儿了？哎，我操，谁是你弟弟啊？放手，放手，女疯子，放手！姐姐找你好久好久。弟弟答应我，要跟姐姐一辈子都在一起。好，我答应你，一辈子。我好了，我好了。完了，这是重创后发烧，得吃药才行，不然有性命之忧。唉，这点钱想买药太难了，得出去想办法。你在这里等我，我出去买药，马上回来。弟弟不要走，你为什么要丢下我？掌柜，这些药材抓2副要多少钱？哎呦，先生啊，您这些药材可每一样都贵着呢，没2、300两下不来台。咱店概不赊账，您带钱了吗？2、300两是吗？我知道了，你先帮我抓好，我等下就来取。钱，到哪儿找钱呢？诸位，又是1年1度国子监出题日，若能答对1题，赏银100两，并取得入国子监读书的考试资格；若能答对2题，则赏银200两，更是能免去考试，直接成为国子监学生。敢问王博士，若能答对3题呢？3题，每年能答对1题者已经寥寥无几，一连3题的更是从未出现过。若能一口气答对3题，赏金100两。拜见祭酒大人。而且本祭酒亲自向陛下举荐，推他入朝为官。哎，有钱赚了！我的女儿，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你失踪不说，外族虎视眈眈，你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更是已经羽翼丰满，窥伺皇位，大臣们又各怀鬼胎，娘亲真的快撑不住了。陛下，慌慌张张，成何体统？陛下，微臣找到3公主了。什么？我的女儿，你这1年到底去哪儿了？你得吃多少苦头，才落得如此样子？回禀陛下，微臣是在一间破庙内找到3公主的，当时她发着高烧，还受了重伤。陛下，3殿下的伤情已经稳固，暂时没有性命之忧，随时都可能醒来。恭喜陛下，终于寻回爱女。到底是谁狗胆伤了朕的女儿？朕要将她碎尸万段，给朕查！属下查到3殿下在外流浪时，一直什么？一直和一个男性流民在一起，恐怕他就是罪魁祸首。哼，既然有目标，那你还不给我拿来？微臣已经派人全城搜捕，相信很快就能抓到。一旦找到这个畜生，给朕千刀万剐，砍下头颅，悬于城墙。还请祭酒大人
宣布第一题。听好了，第一题，本官最近得知，在这京城之中，至少有2人的头发根数是相同的。请问大家，本官是如何得知的？你们有1炷香思考时间。第9大人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在京城找出2人头发根数是相同人？每个人头发有多有少，而且数量庞大，怎么可能找得到2个头发数量相同的？原来这么简单，我知道了。啊，秦公子知道答案了，那为何不答？不急，我得等人先答出来听题，再验证我的说法。我知道了，一定是祭酒大人花了很长时间找了一堆人，一根根数了之后做比较后得知的。我找一堆人一根根数，你觉得我有那么闲？那莫非是这2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胞胎？双胞胎的头发也不一定根数相同啊。恐怕只有等秦公子作答了。我正有此意。哎，我知道。哪来的叫花子？好臭啊！这里是什么地方？区区一个小叫花子还想来答题？赶紧滚蛋！哎，有规定叫花子就不能答题吗？这倒没有。这个小叫花子很有自信嘛，秦公子不怕他抢了你的风头？笑话，一个叫花子如何答得出来？反正还剩点时间，让他闹点笑话。笑话？听好了，找出2个头发相同的很简单，去流民街看看，那里的流民大多数逃生世子苦不堪言，他们将头发剃得尽可能光，一根不剩，所以在那里头发数量相同的人一抓一大把。原来如此，是光头啊！对呀，光头的头发数量就是相同的。小叫花子厉害呀！答案是否和秦公子一样？哼，让他抢先一步。不过无所谓，还有2题。答得不错，赏。别浪费时间，说第2题吧。只有答完第2题，我才有足够的钱抓药。你已经答对1题，赚了赏钱。你知不知道继续答题有个规矩？什么规矩？那就是若答对1题的人继续参加下一题，答对了赏银翻倍，若答错，你刚才得到的赏银则全部没收。小叫花子，赚钱不易，得了赏钱，建议你去置办点衣物，吃顿饱饭吧。无需你操心，请出题。哼，良言难劝该死鬼，等下答不上来，输了赏钱，别哭。一个小小叫花子尚有这样的气魄，不错不错。诸位听好了，老夫这就说第2题。玲珑县有个有钱的李员外，膝下有大郎、二郎2个儿子，2个儿子都非常擅长骑术。大郎的马叫做赤兔，二郎的马叫追月，都是速度见长的良驹。而时过境迁，李员外年事渐高，为了选出自己的继承人，便让2兄弟牵着赤兔和追月来到赛马场。李员外说：“大郎、二郎，你们2个骑马围马场跑一圈，谁的马先跑完，谁就输；谁后跑完，谁就赢。赢的那个将继承家产，输的那个便要分家而出。”跑得快的还说，难道比谁跑得慢？这怎么分出胜负啊？对呀，所以比赛开始后，赤兔和追月就在大郎、二郎的控制下原地踏步，1寸都舍不得往前挪，生怕自己跑得比对方快。结果半天过去，2人还在原地。别说半天了，估计一辈子都分不出先后。所以问题来了，他们2兄弟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以最短的时间分出胜负呢？请诸位认真思考，答题。
秦公子可有想法？这似乎有点难，容我斟酌一二。简单，我知道，我知道怎么让大郎和二郎分出输赢。哦，你确定？哼，当然。但本官劝你想清楚再答，若答错，本官可是要收回先前赏银的。大人，他不知道见好就收，就让他答吗？我也很好奇，到底要如何才能分出输赢？听好了，大郎和二郎若想分出输赢，其实不难。大郎骑的马是赤兔，二郎骑的马是追月。只要让大郎骑二郎的追月，二郎骑大郎的赤兔，也能很快分出胜负。哎呦，厉害厉害！可以啊，年轻人，你答对了，赏。他们换了马，怎么就分出胜负啊？很简单，因为规矩是谁的马跑得快谁输。大郎和二郎骑了对方的马，肯定希望对方输，所以两人一旦换马，便会以最快速度冲刺。原来如此啊！小叫花子厉害，羡慕他可以直接入围国子监读书了，未来科举上榜是早晚的事情。年轻人，你现在已经有了到国子监入选的资格，这是天赐良缘，你别着急走。没兴趣。此子聪慧过人，思路清晰，若能收到父亲麾下，必有大用。我回来了，我抓到药了。人呢？你跑去哪儿了？别吓我！别躲了，快出来啊！我回来了！你出来啊！你出来啊！你不是一直要黏着我吗？你快出来啊！我错了，你别躲了，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你了，给我杀！母皇，要不您下去歇息一下，有太医和宫女照看。如果您不放心，由我和二弟亲自守着三妹。对，母皇，龙体要紧，您还有诸多国务要处置。若您倒下了，那可如何是好？不，我已经失去三儿整整1年，我是片刻都不想与他分开。弟弟，弟弟，不要走！女儿，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可把娘担心坏了。母皇，我回来了，回来了，娘找你找得好辛苦，你不要再逃走了好吗？四儿她不在外面，你找不到的。太好了，三妹终于醒了，老天保佑！我不逃走了。女儿你，我知道四儿早就已经死了，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他。你的头脑，我的脑子现在很清楚，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母皇，我已经不傻了。你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苏建、苏超，你二人立刻前去昭告天下，朕的女儿回来了。今日册封苏若雪少帝为我大梁储君。你们二人聋了吗？听不到朕的话了？是，母皇。母皇，您为何要将皇位传给我？不传给你，难道传给苏建和苏超吗？你才是朕的亲生女儿。可我是女子。娘不也是女子，而且你四弟极有可能就是他们害死的。趁娘还能压制他们，娘要尽快为你培植势力，以后你才能制衡那二人以及文武百官。好吧，娘知道你刚清醒，就要面对复杂的朝局，令你措手不及。但是你是娘唯一的亲人，也是最信任的人。娘虽是一国之君，但娘也需要依靠。女儿明白，女儿不会推辞。女儿，这1年苦了你了。娘已经让萧兰去捉拿那个诓骗伤害你的流民，相信他的头颅很快就会呈上来。诓骗伤害我的流民？对，就是那个一直把你控制在身边的畜生。
女儿，你怎么了？是那个家伙对你的伤害太大，令你光是想起来就头痛了吗？现在没事了，娘在啊！不要伤他性命，娘，你不能伤他性命。为何？因为我刚走丢时差点遇险，是他救了我，是我主动跟在他身边，他也并没有利用我，更没有伤害过我，只是一次次的抛弃我。啊，完了，哑巴！速去找到小兰，一定要留下此人性命。慢着，为何不必？因为活着没意思。从未见过如此坦然面对死亡的人，一个普通流民会有这样的心智。你知不知道为何要杀你？没兴趣知道，动手吧，磨叽什么？你没兴趣知道，但我得告诉你，你伤害利用三公主殿下，是当今圣上要将你就地处死。圣上亲赐，你也算死得轰轰烈烈了。我伤害什么三公主殿下？皇帝要杀我？你在说什么啊？你死都不怕，却不敢承认。来人，把他绑起来，别让他轻易断气，挂告他1000刀，再削去首级。拜托，你们说清楚再弄死我行吗？我什么时候伤害三公主了？我他妈都不认识什么三公主。你不认识？你要认识，借你100个胆子。你敢对三公主动手吗？我怀疑你们搞错人了。我虽然想死，但我可不想做别人的替死鬼。哼，刚才不是挺豁达的吗？现在紧张起来了，动手！慢着，爹，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年轻人。蓝护卫，你在这儿做？我暗卫做事，似乎不需要通过太师大人。你暗卫做事，确实可以不通知本官，可本官见到这事，却不能不管。此人不过一介流民，你们为何要动用私刑？我若告诉您这是陛下口谕，您又当如何？他到底做了什么？竟是陛下要动他？若是陛下要动他的话，可有依据？他何罪之有？陛下说他有罪，便是有罪。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抱歉，小乞丐，我们保不住你的命。没事儿，好意心领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走吧，爹。雅公公，留他一命。哼，看样子我还死不了。将他带走。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为何一会儿又要被陛下处死，一会儿雅公公又亲自来一趟，留他一命？不清楚，此人神秘。女皇刚复自由，大皇子和二皇子又对皇位虎视眈眈，氏族门阀蠢蠢欲动。不久将来，我大梁朝局必然有场腥风血雨。我作为文官之首，得守好最后一道关卡。可惜我年事已高，手下又缺少大才之人，不然用得着到处苦寻吗？若强求不得，只能顺其自然。再看看吧。你若是男儿，弟弟不怕，姐姐在，谁也不许欺负你。我抓到药了。人呢？我错了，你别躲了。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果然有些东西要失去之后才会想着珍惜吗？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谁？啊，傻子！还是大哥厉害，我怎么样都不是你的对手，又输了。我再厉害，也不如咱们那个流浪1年的三妹啊。她不一样，她是母皇的亲生女儿，咱们算了吧。都怪父皇无能，非要让女人干政，结果倒好，她死之后，一个女人竟然大摇大摆的当了皇帝。大哥，这话可说不得。妈，这里还有外人，还是说二弟你要去告发我？就算没有外人，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毕竟女皇当朝已经是近20年的事实，
未来恐怕会一直持续下去。当初老四死了，三妹又傻了，我以为储君之位他会在你我之间选一人，为此咱们明争暗斗这么久，结果他居然，想起来真是可笑。所以现在大哥要和我冰释前嫌了？不但要冰释前嫌，而且还要同仇敌忾。敌在何处？这个还需要我明说吗？傻子，傻子，你没死啊？你还活着？啊，傻子，你不认识我了？是我呀！大胆贱民，你面前的乃是当今大梁三殿下，昨日更是被陛下册封为少帝，你竟敢叫他傻子，你不要命了！我去，你居然是公主，而且现在还是少帝！我赵灵居然跟未来成为帝王的人流浪了1年，以后你是不是能随便封我个悠闲官啥的，是吧，我的好姐姐？喂，我可没有伤害少帝，现在他来了，不信你问他，对吧？当时少帝在昏迷，误以为是你伤害，现在已经解除误会了。解除误会，为何还要把我锁着？因为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少帝陛下，你今天的状态有点不对啊！你要问什么问题，随便问，我都告诉你。面对如今的我，你可后悔？后悔？我后悔什么？你弃如敝履的乞丐疯子，既是天皇贵胄，是你一辈子高不可攀的存在，你难道不后悔吗？你谈吐为何如此清晰？你不傻了？我为了你险些被人打死，而你竟将我弃在破庙之中。不过我的死活，若非母皇派人将我寻到，我恐怕早已死去。此时此刻，你得知我身份尊敬，便恬不知耻的拉关系，甚至叫我姐姐。你以前不是叫我傻子，就是叫我疯子，要么叫我滚。你什么时候主动叫过我姐姐？你居然还要我封你个官的？你怎么说得出这样丧心病狂的话？我以前是挺嫌弃你，这是我的不对。你还活着，我很高兴。你是当朝少帝，我很高兴。你还不傻了，我更高兴。我为你高兴，真的。能再遇见你，我在这个世界已经了无遗憾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住口！你还要讲惺惺到什么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倚仗当初我精神失常的1年里，我把你错认作去世的弟弟，你现在就可以借此在我身上讨到半分好处。你说的这番话，不但博不到我半点好感，反而只会让我作呕。没关系，你或许觉得我假惺惺，但我自己知道不就够了。我也没有想把你抛弃在破庙之中，任你自生自灭。那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你受伤高烧，必须出去抓药。抓药？接着编！你一个乞丐，你连乞讨都不会，你有钱为我抓药吗？言尽于此，信或者不信都由你，或者你觉得不够解气，杀了我也行。你说什么？你可以杀了我，一国少帝杀一个乞丐，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你别以为我不敢杀。看来少帝很在乎这个乞丐，所以才会如此生气。若杀了他也好，这样至少不会成为少帝的绊脚石。那就动手！我……你记住，你可是要成为帝王的人，以后你必须要杀掉很多人，与你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你可以先杀我练练手，动手啊！真弱，你连个乞丐，一个跟你流浪过的乞丐而已，你都下不了杀手，你以后如何当得了帝王？我为你感到担忧。你一个乞丐，你有什么资格说教我？傻子，我是担心你，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我这个世界唯一在乎的人。弟弟吃这个。
饭的。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这种话博我同情，我不会上当的。殿下英明，这家伙本就是得知您身份后，想说些动听的话，试图让您心软而已。我说的是事实，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你是忠心的，你就应该知道，你们少帝还肩负不起大梁这杆大旗。陛下还在，少帝成长起来也只是时间问题。时间问题？那问题是还有多少时间？这乞丐的心智，果然非常人所及。如果你不杀我，将我留在你的身边，我会为你披荆斩棘，扫除一切阻碍，助你登上巅峰，受万人敬仰。够了！你在这个世道，尚且只能靠鸡鸣狗盗、沿街乞讨存活，独善都难，却还能放出豪言助我登上顶峰，你醒醒吧！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做到。那就让我期待一下，看看你怎么做到。不过你不要指望我能给你半点台阶，你想走到我身边，每一步都得靠你自己。等我很快就来。很快？很快是多快？10年、20年、一辈子？少帝善良，你若想在他面前做做样子，恭喜你，你很成功。你以为我只是口嗨？难道不是吗？那早日瞧，我等着。少帝，他怎么处置？放了吧，让他自生自灭。您真不相信他能够走到您身边？一个乞丐想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可能吗？我知道了。小叫花子，赏你的。谢谢，但我不是叫花子，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由于第3题比较复杂，所以我给了大家3天思考时间，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替祭酒大人最后再说一遍题目，那就是用这些有限的屏风围出最大的面积。大家开始吧。我先来。无论我怎么算，我觉得弄成正方形是最稳妥的形状。这里面的面积应该就是这些屏风能摆放的最大面积了。祭酒大人，可对否？错。我来。我计算过几乎每一个形状的平方面积，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旦屏风摆放的时候产生夹角越大，浪费的尺度就越多，所以在摆放的时候其形状夹角越小，则面积越大。而圆形没有夹角，所以圆形是有限尺度能围出的最大面积。若各位不信，尽管拿尺子来丈量对比。用不着量了，这位秦公子所说乃是对的。啊！之前被个小叫花子抢了风头，现在终于轮到我了。啊！难道这传说中的第3题就这么简单？他是对的，但只对了一半。哎，是那日连对2题那个小叫花子，他居然来了！啊！你不是？我不是站在这儿吗？你小子消失几天，突然出现搅局，你说什么对了一半？难道你还能摆出能囊括面积更大的形状？这个年轻人说的没错，秦公子，你确实只对了一半。还有对一半的答案？说实话，这个题目的答案
只有咱们祭酒大人知道。我参悟许久，也只参悟对一半，所以我也很好奇。大部分人只要不是很傻，逻辑清晰，基本都能答对一半。那我倒是想看看你的另一半答案到底能比我的大多少。比你大得多，10倍、100倍、1000倍、10000倍、1倍。1万倍，用20米的屏风，你还能围出比我这大1万倍的面积？20米的屏风能摆出差不多100尺见方，1万倍就是100万立方尺，你扯淡吧？祭酒大人，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答对3题，亲自举荐入关。当然算数，明日你就随我一起进京。祭酒大人的意思是宣布我答对了？你能说出刚才那番话，自然证明你肯定知晓答案了。他都没说答案，祭酒大人你就说他对了，我不服。不过为了平息他人的猜测，你还是亲自说明一番吧。我好了。不是扯淡吗？这哪儿好了？这不还是圆圈吗？你只是翻了一转，面积还不是一样的。其实他做的已经很明显了，还是没人懂吗？我懂了，原来如此，我们的思维还是太局限了。看来不尽是不动脑子的。你们一直都只想着用有限的屏风圈有限的范围，殊不知其实有限的长度也能包裹无限的尺度。你说的半句我都听不懂，能不能说人话？这么说吧，你们的思维被锁死了，不妨逆转一下思维呢？怎么逆转？比如我现在不在圈内，而是在圈外呢？这些屏风并没有包裹我，而是把你们包围了。你不是在圈里面吗？怎么在圈？如果以国子监为尺度，那它的圈就包裹了整个国子监；如果以大梁为尺度，它这个小圈便能包裹大梁；若以宇宙洪荒为尺度，宇宙无限大，只要它站在圈外，那包裹的尺度也无限大。所以1万倍的说法毫无夸张。向内是有限的，而向外则无限。原来如此。现在还有人不服吗？今年真是打脸了，竟然是一个小乞丐答对3题。我记得前几年咱们国子监每年出的题还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这几年题目的风格便陡然大变，咱们完全适应不过来。就是啊，我们从小都是学的君子六艺，肯定不擅长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结果被一个小乞丐钻了空子。而且我听说科考考试题目也要改革，以后不会连3年一次的科考题目都是这些东西吧？咱们大梁1000年文墨风采都要抛弃了吗？这和忘本有什么区别？还真要改革科举？传言是真的？题目和忘本有什么关系？国家要禁止你吟诗作对吗？没有，但能文者方才是有才之人，有才之人才能通过科举仕途去造福百姓。造福百姓，北燕屡犯我大梁边疆，你难道要用诗词歌赋去迎服敌军吗？以前的科举制度，文章写得越好，官儿越高，岂不知多少文人墨客能写出精彩绝伦的文章，却不懂变通，思维局限，不知道如何治理民政，还觉得当官规矩太多，不如肆意挥洒文墨有意思，干得不自由。殊不知当官的若是自由了，百姓也是惨了。文采可以用于陶冶情操，用于表达自身，用于表达世界，是人文传播的重要工具，但它绝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全部，也不是筛选官员的最优解。好，说得很好，这些话我一直都不敢说，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竟然有如此魄力，当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一句话可把天下的文人都给得罪了。你简直就是放屁！大梁发展到现在，不是这些靠着文采出众才为官的官员们吗？你一句话就要反驳大梁100年从政者的所有付出吗？你算什么东西？大梁现在固然发展得很好，
但还可以更好。是安于现状，还是打破常规，勇于突破？你选。此人必会一飞冲天，只是锋芒太露，容易得罪人。目中无人，真是目中无人！庶子放肆，竟敢在国子监夸夸其谈，不知天高地厚，说话不知道把门吗？就是一个乞丐而已，以为答对一点脑筋题就目中无人了？你算什么东西？难道你还能认为凭你能将大梁造福得更好不成？祭酒大人，我觉得你还是将他逐出去算了。文采不是筛选官员的最优解，我也认可。但他这种狂妄之辈，哪怕有点脑子，也绝不是当官的料。年轻人，希望你能够自省，给诸位道个歉。如果你听不出来我是为你好，那证明你也就如此了。为他们道歉，做梦！你公子，我觉得你还是莫要跟祭酒大人顶嘴的好。看到没有，此人多狂妄，连祭酒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大人，虽然他答对了3题，但我觉得还是千万别推荐他入朝为官，不然就他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以后当了官那还得了？年轻人，希望你能明白我说的话。我当然明白，但是大人你不明白。你当真要气杀老夫？果然听不懂人话，可惜。自古以来，重大改革的过程绝不是温水煮青蛙，因为很可能这火烧着烧着，水却凉了。你要变，就要有决心。老夫当然有决心。决心？笑话！在一群年轻士子面前，你顾三顾四，畏首畏尾，谈什么决心？我错了。那个什么，今年的3道题事宜也到此结束，诸位都散了吧。散了？什么玩意儿？太嚣张了！也就是他在国子监，在外面我非揍他一顿不可。一个小小乞丐，把嘴硬当器械，以为这种行为方式会受人尊重，殊不知完全是个不讨喜的傻子、疯子。此人如此锋芒毕露，看来是心有目标。他的目标令人好奇。我是不是也该走了？走什么？你小子明天还要随我进京呢。傻子，我想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微臣斗胆问少帝，陛下的病情到底什么时候好转？他何时出来治理朝政？母皇让我暂代朝政，有什么事跟我说是一样的。如此，那微臣便说了，今年我户部账目相比去年收缩近70%，已经到了亏空的边缘。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北域今年竟然没有收到半分税收，而南下别说税收了，为了治理蝗灾，更是耗费3000余万两，入不敷出啊！臣以为如今充斥国库，唯有一个办法。何办法？那就是北域将欠的1年赋税补齐，并收取利息。南域蝗灾一息，所欠税款以及赈灾支出，应当让南域逐步分期偿还，让国库回血。那不可。北燕在我大梁北域边境虎视眈眈，数次侵扰，大有进攻之势。北域的钱都用于边防和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大战而囤粮，怎么可能还有能力补齐税收呢？南域蝗虫刚刚平息，去年1年几乎颗粒无收，百姓刚刚喘一口气，就让他们偿还赈灾银两，那不会让南域的百姓寒心吗？万一激起民变，你周大人担待得起吗？二殿下这么说，下官也就不乐意了。我也是为了国库，为了大梁朝廷，难道我们要穷到连数十万官员月例、基础民生织造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吗？你不乐意，但这也是事实。还有大殿下，自古以来，我大梁东西南北皆有动荡，你不能拿这个当借口就不纳税，那和耍流氓有什么区别？大胆！你怎么说话的？好了，朝堂之上，你们吵什么吵？太师大人，您给评评理。好了，朝堂之上，你们吵什么吵？
第一次上朝，感觉怎样？感觉怎么样？难。觉得难就好了，这就是帝王的生活。所以你得学会善用你手下的文武百官，去平衡，去解决，去治理这个国家。儿臣会努力。陛下，国子监祭酒张纯生求见。张纯生，你确定他要求见朕？千真万确，而且他说您要他找的人，他找到了。什么？母皇，龙体重要。几年了，终于是找到了，速速叫他进来。是。几年的苦等，希望不要让我失望。母皇为何如此激动？都是因为你啊。因为我？为娘年轻时候耗费心血太多，导致才继承内疾。我肯定不想你走我的老路。所以我一直苦寻人才，一个能成为你大辅的人才。可我大梁科考制度过于迂腐，又一时间难以扭转，所以我便暗暗让张纯生按照我的要求，去寻找我心仪的人才来辅佐你。对不起，母皇，若儿臣争气一些，也不至于让您操心到这种地步。我是你娘，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微臣拜见陛下，拜见少帝。老张头人呢？带来了吗？在外面候着呢。那你说下他的情况吧，背景你可调查清楚了。陛下放心，此人出生微末，没有一点背景，原本是从北方逃下来的难民遗孤，流浪多年。流浪？这么说是乞丐？乞丐？那就让我期待一下，看看你怎么做到。不过你不要指望我能给你半点台阶，你想走到我身边，每一步都得靠你自己。等我，我很快就来。很快？很快是多快？10年、20年、一辈子？又怎么可能是他？我儿，你怎么了？没事，母亲，只是因为我曾经流浪过，所以听到乞丐2字时，一时有些感慨。对，确实是乞丐出身，所以我没有让他直接进来，而是先在殿外候着。若陛下嫌弃，我就让他走，免得污了陛下的眼。容朕思索片刻。是，陛下。乌儿，你觉得乞丐中会存在有超世之才的人吗？若有超世之才，怎可能只是区区乞丐？那就……但儿臣也未必能将话说死，只能说也许有吧。我本来的底线至少是个寒门出身，没想到竟然是个乞丐。若我直接提拔，以他的身份，必然会使我都遭受诟病。但我若因为他是乞丐便拒之门外，恐怕会让曾经流浪过的若雪不好受。还是见见再说吧。他真的连续回答对朕出的3道题？是，陛下，千真万确。那就让他进来吧。进。草民赵灵拜见陛下，拜见少帝。赵灵，我观你仪表堂堂，名字也响亮，谁起的？一个在我父母被饿死时，一个养了我2年的老人给我取的。哦，那老人家现在可好？偷吃地主家的烧鸡被打死了。啊，这可有报官？一个偷吃东西的乞丐死活，报官能有什么用呢？大胆！陛下问你的话，你回答便是，竟敢反问，好大的胆子！陛下，若在君主明面，连反问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治理民政，谈什么做官？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只知道按部就班、阿谀奉承、滥竽充数的混子罢了。你如此不敬，不怕朕杀了你？做乞丐的时候，时常差点死，但最终都没死成。若朕有意推举你做官，你觉得你能做什么官？只要是官，哪怕是9品的小吏也不嫌。你给我的感觉，你很想做官，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离我的目标更近一点。少帝，你觉得意下如何？赵灵，朝堂之争可是兵不血刃，凭你一个小小乞丐，是想来送死的吗？我给你一个机会，赏你黄金100两，你拿走，离开之后置办田产房产，过点普通人生活足够了。普通人生活，我要怎么做？怎么说少帝您才会相信我？别说100两，哪怕是100万两、1000万两，也动摇不了我半分决心。你还是母皇来决断吧。考虑到你的起点，
而且你并未经历过科考，朕只能以你连破国子监3体为由，破格提升你入朝为官。职位的话，户部缺一个堂主事，乃是从五品，这已是朕能给你的极限。从五品，还不快谢谢陛下！多谢陛下。谢的话暂时用不上，因为若1个月内你没做出什么建树，证明你也不过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朕会亲自摘了你的乌纱帽。微臣明白。小兰，带他去吏部报道吧。是。母皇因何而叹？我一方面希望他有能力做你的大夫，一方面又希望他平庸。此言何意？因为他若无能，1个月后我将他逐出朝廷，让他继续做乞丐便可。但他若真有超世之才，在他为你扫清一切障碍之后，你必须得杀了他，才能以绝后患。如果你做不到，娘会帮你做到。母皇说什么呢？一个棋子而已，儿臣怎么可能做不到？娘不是傻子，娘看得出来，他是为你而来。他就是那个和你一起流浪的乞丐，对吧？没想到他竟然为你做到这个地步，是为攀附巴结你，还是真为了你好？咱们很快便知。感谢祭酒大人在陛下面前力荐。我可不是没有想法的。陛下将更改科举之策交给老夫来负责，老夫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帮手助我。你现在的官职虽然还可以，但想帮到我还远远不够。放心，这个人情我会还，而且会很快。你有这般信心，那老夫便预祝你高飞。十变天，天字号房。可以坐吗？见到本宫，为何还不行礼？非要这么见外？赵离，你到底想怎样？我什么想怎样？我们不是约定好，只要我能走到你的身边，你就让我帮助你吗？傻子！再叫我傻子，杀了你！你是怎么蒙骗过关，得到张继久的推荐的？你到底想纠缠我到什么时候？你就不能放过我吗？你真的不觉得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我们踩着同一片大地，怎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曾几何时，咱们只能在10变天后厨偷客人剩下的食物时，没想到今天能做到最好的天字号包间用膳。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吃饱了再说，好吗？你既然不听劝，那你就别吃了，滚！秦公子，天字号包厢已经有人了，您不能强闯啊！让他们换一桌，本公子今天就要天字号。哎，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呢？是啊，这个很眼熟啊，这不就是那个答题的乞丐吗？对，就是他。哟呵，1日不见，就这人模狗样了啊！哎，别瞎说，万一祭酒大人真推荐他当官了呢？怎么可能？那日他目中无人，连祭酒大人都不放在眼里，怎么可能还推荐他当官？小乞丐，今日本少高兴，要在这天字号宴请诸位，麻烦你让一让。当然，你旁边那个姑娘可以留下，本公子一并宴请了。都是认识的，也曾一起答题，不如一起入席吧。哼，于姑娘，我真没有和乞丐一桌的兴趣，还是算了吧。咱们要不还是换一家？你不是要为我披荆斩棘吗？就这点小事能难倒你？我这不是怕太高调对你有影响。你竟然敢打我！你可知我爷爷可是……你爷爷是你爷爷，不是你。本官乃是户部堂主事，从5品大员，你如我不说，还要动手赶我走，谁给你的狗胆？什么？你是从5品大员？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不公啊，不公！一个乞丐竟然直接上5品，这真是让我等寒窗10年世子寒心啊！哎，这世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别得意太久，不过是从5品而已，对我秦家来说不值一提，对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过尔尔。称呼本官什么你的？小大人，你们这些世家子弟，或许家族背景雄厚，但你们还是个无官无职的世子，再敢对本官不敬，本官还打，还不快滚！走！你不该如此。无需姑娘费心。用官职装叉的感觉就是爽。
是爽，但你可是把京城近半个世家都给得罪了。怕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等你站在朝堂上时，希望到时候你还能像今日这般硬气。哎，不吃饭了？没胃口。哼，浪费可耻。你是何人？本王怎么没见过你？我呀，我叫赵灵，乃是户部堂主事。3品之下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一个从5品的堂主事竟敢插嘴。北王莫怪，今日是为国库事宜而来，我得找个助手汇报详情，已经提前写了折子交代过。哼，下官虽然官职不高，但人记得朝堂之上，百官进言乃是常理之事，所以下官是可以插嘴的。还请王爷回答下官的问题。您刚刚是要威胁陛下？本王可没威胁少帝的意思。总之，现在没钱偿还税款。为什么没钱？本王刚才不是已经给说过了吗？还是你耳朵聋了，没听见？笑话！北域数百年来一直被燕国袭扰不断，他们哪年不派兵以刺史？北域有广阔的牧场，牛羊成群，矿产丰富，一直以来都是我大梁纳税大户。怎么自从王爷您当了北王之后，就交不起税了呢？我什么？北域可像南方那般有重大天灾？没有，但北燕又拿北燕说事。北域近年来一没有增兵之众，二没有重大天灾，怎么偌大的北域突然就没钱了呢？还是说王爷是想赖账，亦或者想瞒下这笔钱，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你给我住口，休要胡说八道！陛下不在，如今朝堂之上少帝最大，殿下都没有叫我住口，你算老几？还有您还没有正面回答下官的问题，为什么没钱了？这哪来的小官这么勇？此人原本只是区区乞丐，没想到竟然通过回答国子监3道题反射，并且迅速抓准机会上朝展现自己。未来若不被踩死，恐怕没人能压得住。你信不信？大哥，你莫激动，少帝还在呢。大哥，这位赵大人似乎也说出了本宫的疑虑，你是否能够说明一下为什么没钱了吗？说要屯粮招兵，朝廷会拨款，记录在册就行，但纳税是一个王朝的根本，岂能说换就换？没有可是，这里是朝堂之上，我还叫你一声大哥是尊重你，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一下。税款之事，我可以安排筹集一半，以许极限。一半可以，不过剩下一半，我只给你3个月之期。多谢少帝谅解。那小子厉害啊，不愧是陛下钦点的堂主事，你真能虎口拔牙。南下的话，殿下，我南方大灾刚过，还没喘过一口气，如何偿还赈灾欠款？南方不是不还，只是暂时还不起，还望您三思啊！二哥莫激动，我也知道南方不易，所以偿还债务一事暂缓。大哥呀大哥，你就应该先发制人，这样三妹就没机会要钱了。不过，此次南下赈灾拨用款额巨大，其账目花费明细，朕需要知道个大概，也算通过账目了解一下南下灾情。这件事就交给这位赵林主事负责。赵林，你可能配合二哥整理出账目？微臣当然能。如此甚好。二弟啊二弟，看来咱们三妹也没打算放过你啊。殿下，这怎么了？二哥，还是说账目有什么是本宫不能知道的？有什么不方便的吗？这倒是也没有，只是苏若雪这一手打得我措手不及，我根本没时间做一个完美的账目，若一查必有漏洞，到时候若被揭露，即便是我也会被问重罪。难道真到那时候了吗？只是什么？二哥你倒是说呢？只是虽然南下困难，但王爷也能先偿还一半银两，剩下一半
可以等到明年。这样的话，王爷会因为最近筹银两无暇顾及账目，我可以等段时间再向王爷索要账目。是这样吗，二哥？确实如此。那行，我给二哥7天时间筹备一半，交易户部，然后再让赵主事去配合二哥查取账目。是，殿下。若南北各能收回一半，那我户部便能松一口气，但离充盈还差得远，如此仍有误国纲之危。陛下，马上便是我大梁王朝祭祖之日，这可是件大事，所以若收回南北所欠银两，还望尽快支付。我礼部还等着筹备开展。我去，这老东西刚见我户部有点眉头，就来搞钱。二人默契，先看看。倒是确有此事。今年祭祖，礼部大约需要耗资多少银两？回陛下，去年耗资1100余万两，今年我大梁拮据，我礼部可以缩减各项，控制在1000万两以内。1000万两？祭祖开支这么大，不能控制在300万以内吗？一些太花费的过程，能否节省一二？殿下说笑了，祭祖历来都是我大梁重中之重，岂能说节省就节省？大梁江山可都是历代先祖打下的，我们节省祭祖，便是轻慢祖先，漠视他们曾经为大梁抛头颅洒热血的付出，必定会让大梁先祖的英灵寒心。吕大人，本宫没有这个心思，本宫只是觉得今年情况特殊，而且这开支也太多了。难道殿下是觉得老臣胡乱开支，甚至是手过留有？老臣敢清晰所有账目，精确到每一个铜板的开支，望百官同僚监督，若有半分不对，拿我老命相抵。吕大人，话说过了。海师大人，老夫没有过。少帝今日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相信、不信任，但哪儿来的一个从五品小吏，像疯狗一样在朝堂上乱吠，一会儿质问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既然如此，我只有先表达态度，免得以为老夫有私心。祭祖必须要祭，这是大梁的传统，若连传统都丢了，大梁的气节都没了。这不知吕大人，你刚才说谁像疯狗？我就说的是你，怎么你听不下去了吗？冒昧的家伙，你堂堂礼部尚书，主管我大梁文墨书理，骂人的时候，却如扑街老汉，粗鄙不堪，简直犹如你礼部尚书这4个字的身份。你，我什么我？我看你还不如告老还乡得了，免得传出去说我大梁堂堂礼部尚书居然无礼。你，我只是在说祭祖之事，不要东扯西扯的。祖先肯定是要祭奠的，这是我们后人对先人的尊敬。大人你也说了，我们大梁是先烈们用鲜血和泪换来的，如果先祖知道他们的儿孙用他们血泪换来的财富就这么被我们铺张浪费在华而不实的祭奠上，而忽略了国家建设的话，恐怕先辈们会气得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吧。我等你百年归天之时，你这个装腔作势的老匹夫还有何颜面对大梁先祖？哎呀，大人，您这是怎么了？殿下气血上头，晕过去了。把李大人扶下去休息，并派御医照料。李大人既然身体抱恙，那祭祖仪式，这位赵大人觉得该如何？祭祖之日，我们可以开展庙会，看跳舞，看唱大戏，该吃吃，该喝喝。待到子午时分，中山寺铜钟响99次，闻钟响时，全城静默无声，心中惦念即可。胡说八道！祭祖变成开庙会，两者岂能混为一谈？钟响之事默哀，倒是好主意。可祭祖可是肃穆之事，当日还是庄严一点，庙会就免了吧。太师大人，如果您有一天不在了，你希望你的孩子在想念你时，更希望他们如何？我更希望看到他开心、快乐。
高兴。我想，我大梁先祖也定是这么想。我们活得开心，百姓安居乐业，何尝不想让他们先祖知道？这么说的话，老夫支持这位赵主事的提案。好啊，甚好。办庙会那根本没多少开销，1.8千两就能搞定。当下国库收紧的情况下，我户部强烈赞同。我也赞同。那就这么决定了。岂有此理！哪儿冒出一个疯子？什么背景？竟敢在朝堂之上乱咬，让我一口气各损失上千万两！这人我已经调查过了，据说是个乞丐，但在国子监答题时脱颖而出，被举荐入宫。乞丐？竟然是乞丐，居然能直接入朝为官，有没有搞错？他必须死！我立刻安排。哎，大哥不可，他刚与我们有矛盾便死，这不是直接让人怀疑到咱们头上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必须死！若不现在快刀斩乱麻，以后必然祸端不断。二弟，这个道理你应该比大哥懂。当初若不是心软只动了老四，把苏若雪给留了一命，还会有今天这副局面。行，那就按你说的办。没想到这小乞丐还有点能力，竟然能从老大老二嘴里拔牙不说，还能为我大梁省下一笔钱。口舌之力罢了，并非是什么能力。一个小小从五品就把一群1、2品的大臣怼得哑口无言，这不是实力是什么？这种人恐怕只会弄得朝堂不稳，要不还是去了他的官职算了吧。不可，这种人的用处才刚刚展现而已。父皇很期待，你先下去吧。小兰，把赵林叫过来，朕要单独见见他。是，陛下。微臣见过陛下。赵大人昨日朝堂之上英姿飒爽，朕已有耳闻，实在佩服。不知道微臣是否达到陛下的预期？还行，不过你现在从五品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朕亦不能因为你只是言语说服老大老二偿还欠款，就给你升官。所以你还得尽快想办法立个大功。微臣已然有了准备，陛下放心。对了，有个问题朕萦绕在心中许久。朕只知你四海为家，但却不知道你家乡在何处，你还记得吗？赵灵当然记得，那是我和陛下您是老乡。老乡？难道不是吗？胡说！你可知朕是何方人？哼，你果然很聪明，这都瞒不过你。国子监那些超前的题目，还有您让我尝试1个月的试用期，加上我脑子还算好用，所以不难猜。那你一定属于以前什么都会一些，不像我，什么都不会。男孩嘛，总是喜欢学点奇奇怪怪的小知识，说不定哪天就会用上。所以巧了。对了，您的身体……年轻时候斗争嘛，落下了一身病根，所以我才希望你能让我女儿过得轻松一些。可帝王哪有轻松的？她做个逍遥公主，可比帝王好。这江山可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怎么可能轻易拱手？况且我这不是找到你了吗？毕竟你这么在乎她，我可要好好利用一下。你和娘聊了什么？没想到我和陛下是老乡，随便聊了几句。陛下，杨国言使已到，让他进来吧。言使？什么言使？拜见大梁少帝。请问使者，为何今年出售我大梁的戏言涨价了5成？少帝殿下，这物价水涨船高，大梁出口的粮食不是也涨了一些吗？胡说！我们只是因为今年南方灾害减产，略微上浮不到1成，你们出口我们戏言竟然直接涨5成，这简直不要太离谱！
我们杨国今年也不易呀，所以还望殿下谅解。若不行的话，我们也只好停止出口了。你，原来是盐啊！停止出口便停止出口，我大梁不要。你胡说什么？细盐我们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周围邻国也只有杨国能制造出细盐。我们细盐可是供不应求，也就是因为大梁是咱们杨国的友好邻邦，我杨国才优先出口大梁的。若大梁有疑虑的话，我们只能转而出口给别人了。价格难道就没有一点商量？那你们就出口别人吧，慢走不送。另外，我大梁今年南下出了蝗灾。原本念在大家友好互相贸易的情况下，依旧选择正常出口粮食。现在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囤粮，面对可能来犯的北夜，故而粮食的话就不出口了，你也找别人进口吧。我们小兰，送客。什么？抱歉，岩石，这只是一个小吏，不懂规矩，还望勿怪。哼，若人人都像他这么不懂规矩，那大梁还谈什么礼仪之邦？还望殿下加以处罚，免得传出去给人留下口舌。让你胡乱插嘴，这下好了，我不得打你几十板子才能平息此事？呵呵，礼仪之邦是对待真正有礼仪的人，而不是对待这个敲竹杠的。小兰，拖下去打！慢着，你们看这是什么？这如此精细，宛如细沙的东西是盐。对，细盐，而且比杨国进口的还要精细数倍。怎么可能？胡说八道！我不信还存在比我杨国更精细的盐。这怎么可能？我不信！我不信！这到底怎么回事？殿下，在下不才，刚刚攻克精盐制造之法，未来咱们大梁不需要再进口，所以殿下您还需要打我板子吗？既然如此，那你刚才说的话是实话，就算不得无礼，板子自然便不用打了。多谢殿下洪恩浩荡。至于杨国使者，不好意思，我大梁已经有了细盐，故而以后将不再进口你们杨国的细盐。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每年都要进口，怎么能突然不进口了呢？这没有做生意的道理啊！哼，当初我们想与你们签订长期进口协议，但你们不愿意，就是为了随时涨价而做准备。在我们没有条款约束的情况下，我想取消便取消。而粮食的话，抱歉，我们不会再出口了，请使者回去吧。殿下，您就算不进口细盐，也不能不出口粮食啊！我们梁国地小物稀，半数口粮都要依靠进口。您要是不出口粮食，我们整个杨国子民都要挨饿呀！这出口还是要出口的，但这2天风雨不顺，价格只能翻个倍了，不然我们也很为难啊。2倍？为难你了，那请回吧。2倍就2倍吧。早晚我得把细盐炼出来，撒上这么一点，味道不知道有多棒。没想到你竟然能制造出精盐，这不但能为大梁省下一大笔巨额开支，还能甚至让我大梁全天下的百姓都尝尝细盐。这真是一个造福大梁百姓的大举。开心吗？还行。那原谅我了吗？永远不。你抛弃我的事情，我永远会记在心里。我真没想抛弃，那次只是误会。你说误会就是误会，那你之前撇下我的18次都是误会吗？我满世界的找你，满心里只有你，而你只想把我撇弃。你好狠的心！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睡醒发现你不在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多紧张、多痛苦、多无助？以后我再也不会了。别以为你把我解决1个2个麻烦，我就会原谅你。我没有这么以为，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你我之间乃是君臣之别，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还配不上你，但我会努力，迟早有一天。住口！你能走到这里完全是运气，
你能练至精研也只是凑巧，你根本一无是处。那好吧。不过你这次确实立功，我赏罚分明，我可以给你一个官职，3品以下你可以选。那就礼部，如何？为何是礼部？你刚把礼部尚书李昌气的吐血，你去礼部，无疑是找死。我得再立大功，礼部是下一步。想起来我就气呀！老夫读了50载的书啊，竟被一个皇后庶子在朝廷之上文武百官的面子对不起呀！这老脸啊，可都丢尽了。尚书大人勿恼，那小儿疯狗一个，而且只是一个从5品官职，以后都没有机会上朝堂的，你也见不到他了。况且您可是2朝元老，谁敢还当着您的面提之前那个事儿呢？一个区区乞丐竟敢大放厥词，也不知道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没过脑子，气煞我也。尚书大人还是别生气了，消消气，为了一个小人物气坏了身子，不值得。要不是碍于老夫的身份，老夫定然要将他扒皮抽骨剥筋。他这种人，咱们不收拾他，有的是人代劳。这倒也是，大皇子和二皇子估计比老夫还更恨他100倍。对，所以您呐，不要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了。眼下秋闱将至，今年的科考题目也该拉上日程，你也该好好想想今年的题目了。吏部不是说今天会有一个新来的礼部侍郎负责这件事情吗？这新到的侍郎是何许人也？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提上来的？这个是少帝钦点的，姓赵。姓赵，好像有点印象，又是上头直接指派。哎呀，老喜欢做这种事情，我倒是要看看这人到底何方神圣。尚书大人在吗？尚书大人在吗？是你？是他？哟，大人在啊！下官赵灵见过尚书大人。你来我礼部作何？赶紧滚！老子不想看到你。他就是那个气您的人。别急，大人，兴许他是来道歉的呢。你若是想向老夫认错，那就立刻给我跪下3天3夜，老夫兴许会原谅你3分。道歉？什么道歉？我做错什么了？你不是来道歉的。我当然不是为了道歉而来的。那你可以滚了。我也想滚，可是滚不了啊。你什么意思？忘记自我介绍了，下官赵灵正是刚刚调任过来的新任礼部侍郎。吕大人，您的直属下司。什么？没听明白？那我再重复一遍。不用了，老夫的耳朵还没聋。这真的是胡来呀，胡来呀！你居然成了礼部侍郎，天理难容。大人莫慌，你这种人竟然直接连跳2级半，从5品到正3品，这怎么可能？除非你有做出了惊天贡献，否则不可能这么跳跃。在下不才，最近我大梁已经攻克戏言制作之法，大人您知道吧？当然知道，此乃我大梁之福。不好意思啊，那就是我发明的，所以少帝陛下给我升了职。什么？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连跳2级半的？匪夷所思啊！戏言的制造竟然被你这种人给攻克的。惭愧惭愧，一时大脑开花就给制造出来了。好了，此事休题。秋闱将至，今年题目未出，所以大人要不跟咱一起开个会先？题目我已经拟好了，还请大人过目。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历史、政治、外语，什么乱七八糟五花八门。我们的诗经经义的出题呢？从今年起，我预计用5年时间替换掉原本的以诗经经义评断的考试标准。这些学科将由国子监为首，还有翰林书院、弥山书院等全国的书院开展新课程的思想学习模式。考试排名改为各科汇总总分制度，这个大人您能理解吧？你要在5年时间内改革科考？对，3年一考，从今年起变成1年一考。今年第1年
新科目占比总分数的20%，传统科考占80%。到第2年，新科目便占了40%，传统科考便只占60%。这样逐渐递减下来，5年便能彻底改革。胡说八道！语文、历史、地理尚能理解，什么物理、化学是什么玩意儿？我举例，知道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吗？你会说，因为它有重量。那重量又从何而来？物理能让人学习到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而化学也很重要，比如我将粗盐过滤蒸煮，再筛选出结晶，它就变成了细盐，而这种结晶过程便可称之为化学。还有许多物理化学的例子，我可能一辈子都举例不完，我也无法完全靠自己编著出来。我没有分身术，我只是提出概念和大范围，剩下的让学者、学生、天下人都参与进来。我需要帮手，我们并不是要摒弃《诗经》经义，我也从未轻视。我们将它们编整到语文中，即便在未来，语文都是一个总分占比重大的学科，但它不是全部。而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学科，让学习变得多样，让我们大梁年轻人思想变得更加丰富。我只想送你2个字：荒谬。我只要还是礼部尚书的一天，我永远也不可能支持你。看来我确实是太天真了，天真到以为能说服你这种老古董。改革科举不知道会搅动多大的风云，大梁各家书院也绝不允许，天下墨客也不会允许，所以他肯定做不成。不如您让他放手去做，届时失败后，少帝和陛下必然大怒，没准将他打回原形，将他重新变为乞丐。到时候您不但恶气出了，还免得跟他在这件事情起争执，毕竟他现在算得上是红人儿。言之有理。年轻有抱负是好事，当然只是抱负不行，你得完成。老夫有心全力支持你，又怕晚节不保，所以我可以在文书上不阻碍你的工作，其他的你自己操办。你觉得意下如何？如此，多谢尚书大人。好好干。你们都是我从北域挑选出来的精英，我要你们3日内将其斩杀，不留一点证据，并且逃回北域，能做到吗？定不负王爷所托。很好，去吧。王爷，礼部侍郎赵林求见。什么？不知赵大人光临寒舍有何贵干？什么寒舍？这里完全称得上豪宅啊！北王爷，您过于谦虚了。你要是不打算说目的，那就回去吧。岂是我呀，我有点难言之隐。难言之隐？对，难言之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赵大人，你有难言之隐找我做什么？我又不是大夫。王爷误会我了，我说的难言之隐不是指那个。我总觉得最近有人想杀我。我最近感觉得罪的人有点多，总觉得有人想害我，每天晚上都害怕的睡不着觉，这种感觉简直太折磨人了。怎么会呢？赵大人现在风头正劲，可是少帝殿下身边的红人，谁敢动你，那不是引火烧身吗？我一个毫无背景之人，敢动我的人多了去了。比如我打个比方，北王宁想动我，还不是挥挥手的事情。我就是打个比方，殿下莫怪，我一旦死了，上面才不管什么红人不红人，他们可不会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死人在那扯皮。所以我想寻求庇佑。赵大人，开门见山吧，你来我这里到底是想刺探什么？王爷别误会，没人派我来，我就是自己想寻求一个保护。难道有人提醒了他，知道我要杀他？奇怪，我要杀他的事情也只有老二知道。难道老二私下跟他联手？老二出卖我要杀他的消息，用于拉拢他，然后这墙头草又不信任老二过来试探我。王爷，您在想什么？没想什么，你刚才说的那些，本王有些听不懂。哎，这有什么听不懂？我用不着在我面前装疯卖傻，咱俩的事情还没完。你让我损失上千万两，我没宰了你，已经是仁慈，你还妄想我的庇佑，做梦！看来王爷不想给我活路啊！哎，罢了，告辞，王爷。
王爷，他来的正好，我要不要跟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将他搓掉？做你个头！属下不解，咱们刚不是要杀他吗？他前脚刚从我王府走出去，后脚就被人杀了，是头猪都会怀疑到我身上。虽然我并不怕被怀疑，但这实在太明显了，而且保不准这小子已经跟老二联手，现在在试探，到时候我要是对他出手，老二说不定会趁机将我一军。原来如此，看来暂时不能动得了，至少今天肯定不行。赵大人，你请我喝酒，是不是请错人了？哦，没有请错，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我也只是被当枪使。希望南王莫要怪罪。不怪罪，可能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补偿你，以后我为王爷鞍前马后，在所不辞。你的意思是想追随我？对，我这种没有背景的，早晚需要寻找明主。很明显，王爷您就是。给我一个理由。因为大皇子要杀我，我很害怕。少帝呢，又是个女人，不太信任我。依我看，还是南王您最有前途。他怎么知道老大要对他动手？老大下手暴露了？不对呀，老大想杀这么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应该不至于收手吧？难道是老大忽悠我要杀他，然后又让他来试探我的底？还是说是母皇那边派来的？这种人鬼才信。赵大人说笑了，我不过是臣子，有什么前途啊？至于您，我这庙太小，你找别人去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这大哥二哥的城府极深，你以为你轻轻在他们面前欲盖弥彰一番，就能让他们互相猜忌？他们本来就不足够信任，我这么搅一搅，必然会让他们两个隔阂再多几分，这样会留给你我一点喘息的时间。一点时间够吗？母亲她一直撑着，她想撑到我有足够自保的能力再离开。我不想看她为了这么痛苦的撑下去。但凭现在的情况，你两个皇兄若是真心联手，咱们没有半点希望。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尽快。我有一法可解一切麻烦。什么办法？那就是我与北燕国君联姻，如此我大梁南北通透，两国兵势前嫌。我们与北燕一直存在着贸易，联姻可以把最后一道屏障给撕开，一切危机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我有北燕支持，地位更是稳重如山，娘亲也不用那么辛苦的支撑。与北燕国君联姻吗？确实是个有效的办法。连你也这么认为吗？可我怎么舍得让你嫁给一个草蛮之夫，垂垂老朽？但这就是命，不是吗？如果我不在，这是你的命；但我在，就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这一天终于还是要来了吗，赵大人？当然，张大人怕了。我怕什么？我是怕你怕。那帮家伙可是在外面等着呢。改革科考这个事情一经宣布，已经引起轩然大波。反正我已经力排众议，让我国子监全力支持。但其他的只能靠你了。这不是少帝吗？还真是，微臣。属下。他哥二哥，今日咱们只是要规模，莫要带着身份。看来三妹对这个也很有兴趣。没想到这次要改革科考，竟然把这么多当代大儒都轰动来了。翰林院大学士秦钟，秦路书院张子霖，礼部尚书吕昌，北慈圣庄飞扬。这庄飞扬当年可是连续2次高中状元，
但都拒绝入宫。大梁半兽才人皆汇聚于此，还有南诗仙柳清风，他们的文字风采我都非常喜欢。这次玩得很大呀，不知道赵大人该如何收场。本官赵灵，感谢各位大儒博士、世子达官贵人，今天来国子监听我宣布大梁科举改革一事。你就是赵林？您是？我乃翰林书院院长秦钟。一个黄毛小子竟然要宣布改革科举，你才读过几年书啊？就在那里满嘴放屁，你是要笑死我吗？你竟敢打我！我翰林院学子何在？爷爷，你没事吧？你翰林院院长区从3品官职，竟然在我面前大呼小叫，以下犯上！老子是礼部侍郎，正3品，大你1级。我庶子狂妄！你又是何人？我乃岳麓书院院长张子林。那你官更小了，只有4品，你也要以下犯上了？我和秦院长虽然官职不如你，但教书育人几十载，门徒遍天下，不乏达官贵人。你如此目中无人，就什么都不怕吗？我怕个毛！我怕我就不会站在这里。改革势在必行，唯有礼部尚书吕大人的支持，以及少帝和陛下的允许，岂容你等放肆？我也只是配合赵大人而已。赵大人是主推动者，与我无关。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当真不考虑后果的吗？别说吕大人同意，哪怕少帝是陛下，我庄飞扬断然无法接受什么科考改革。我柳清风也不认可。北慈圣南诗仙都站出来了，还有我代表京城世子，不同意科举改革。什么文科理科，什么学好数理化，都不如《诗经》精义奥妙。我们不需要这些外门邪道，国子监遵循的是国子监的事儿，与我们无关。对，我代表岳麓书院不同意。哼，我代表翰林书院不同意。这赵大人怎么办？我就说没那么容易，现在看你如何收场。大人等着看好戏就成。爹，我们要出声支持吗？若现在出声，无疑引火烧身，静观其变吧。这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啊！三妹，你担不担心赵大人？这帮读书人骨子里还是有狠劲儿的，万一赵大人被他们激动给打死的话，恐怕会成为千古笑柄。赵林，也就这点手段吗？什么叫做哪怕少帝的意思，哪怕陛下的意思，你等都不同意？意思是要公然抗旨了？我没记错的话，公然抗旨可是死罪啊！我们不是抗旨，我们只是无法接受这样无理由的改革，摒弃了我大梁优美的传统。若大人非要给我按一个抗旨的罪名，那就先杀我吧，我不怕死，愿用一身裂骨向世人昭示我的决心。庄兄如此豁达，那我柳清风也不甘落后，要杀就杀了我吧。当真以为我不敢杀？来人！使不得呀，赵大人，你若真杀了他们，事情可就大了。区白身竟敢威胁朝廷，死不足惜，任何后果我来承担，给我杀！哼，头铁的家伙，杀了他们，事情必然朝着无法收场的局面发展。到时候上头为了平息天下文人的怨气，必然会把你当着世人的面千刀万剐。此2人公认违抗少帝旨意，等同造反，3司会审都审了，给我杀！有任何责任，我赵灵担着。住手！微臣拜见少帝陛下。赵灵，
你推动科举改革，就这么推动的？少帝何意？科举是大梁的根，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虽然将此事交付于你，但也容不得你滥用权力，用血腥暴力的手段去残害文人。少帝殿下，您一定是受此人蒙蔽，才同意改革科举的吧？是啊，少帝，您要擦亮眼睛啊！这种乞丐出身的存在，怎么可能让他把手伸到这块来？这不是想让咱们大梁都乱套了吗？少帝殿下，我等死不足惜，但求死得其所。我们的心情是大梁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意志，还望少帝陛下给我们读书人一个公道。赵林，我虽同意你改革科举，但从此刻起，你不能使用一点暴力手段。若你无法说服天下人，那天下人如何服你？少帝英明。既然少帝都发话了，那我只能不杀你们了。哼，让你失望了。你莫不是以为你说要杀我们，我们就会屈服？但我们读书人的脊梁比你想象中的硬。我们今日天下读书人哑剧于此，不欢迎你这个乞丐，赶紧滚！滚呐！滚呐！你们脊梁硬，我想问为什么硬？凭我们满肚锦绣文章，墨染双袖，不与你等凡俗世子为伍，所以我们脊梁硬。也就是你们自视你们文采飞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吧？你别给自己找文雅的理解，你就说我这么粗鄙的解释是对还是不对？至少我们的文采，让我们跟你不是一个境界的人。你们都这么认为是吧？当然。那好，既然如此，那我今日便在此射泪。射泪？射什么泪？我一个人挑战全大梁的文人，诗也好，词也罢，你们全都可以来挑战我，无论是车轮还是群殴，来者不拒。你们听到他在说什么没有？他要挑战这里的所有的文人。他疯了，这个乞丐疯了。这是或许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大人，你看他，小人嘴脸，应该气糊涂了。佩服佩服，赵大人的勇气可嘉啊！入戏太深，自己都信了。哼，还单挑所有文人，随便找出一个，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你是认真的吗，赵林？你们还要叽叽喳喳到什么时候？读书人，文人墨客谓之君子，而君子一言则驷马难追。我话已经放出来，你们是接战还是不战？你要战我便战，不过如果你输了，你要如何？但凡谁能胜过我，科举改革之事我永远不提，而且我将立刻引咎辞职，终身为乞。这可是你说的。但若你们任何人都无法胜过我，那你等大儒必须3跪9叩，孝敬茶水，行束修之礼，拜我为师，助我改革科举，任何人都不得再提异议。哼，拜你为师，你也配？就是，黄口小儿也不怕闪了舌头。意思是你们不敢了？你们的风骨呢？你们的骨气呢？还说我夸夸其谈，原来是一群没胆子的臭酸儒啊！你，好，好，好，如此这般，我岳麓书院张子霖接了。我翰林书院秦钟也接了。我庄飞扬也接了。我柳清风也接了。我爷爷和张院长乃是当世大儒，无可厚非。还有词圣庄飞扬，诗仙柳清风，哪一个不是我大梁文坛顶尖？随随便便都能将他打得落花流水。我也真是佩服他还能稳坐泰山的勇气。难道赵大人的文采也十分出众？哼，我越来越好奇了。唉，何必自取凌辱？好样的！你们谁先来？还是全部来？哼，老夫最近有个对联儿，你若能答出，便算你赢。请出题。一叶孤舟，做了2、3个骚客，启动4桨5帆，经过6滩7湾，历尽8颠9簸，可叹10分来迟。
就这，听好了，10年寒窗，进了98家书院，抛去7情6欲，苦读4书5经，考了3番2次。今年一定要中！打出来了！怎么回事？这就对上了？好像对的没毛病。爷爷，您轻敌了，怎么能出这么简单的对子？快重新出一个。下一个。哎，慢着！怎么，堂堂翰林院院长要赖账？我刚刚那联儿太简单了，我想重新出一。下一个。没关系的，爷爷，只要他输一次，他还是输，您只是大意了。我来，没想到你还有2下子，但这次我不会像秦院长那么轻敌，我也用对子。节约时间，速说。听好了，烟锁池塘柳，烟锁池塘柳，这不是翰林院100年未解之联吗？怎么拿到这儿？对不出他就输，而且愿赌服输，没有后悔的余地。五行联每个字代表一个属性，而且又能构造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想对出来千难万难。哎呀，闹剧止步于此喽！烟锁池塘柳吗？听好了，炮阵海城楼。炮阵海城楼？什么？就这么对出来了？天哪，真对出来了！100年绝对，就这么片刻对出来了，这怎么回事？他不就是个乞丐吗？这怎么可能？不知道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这对得十分工整，这连我都没想到。哈哈哈哈哈！赵大人又赢了。殿下，这赵灵竟然还有这本事！兴许是他运气刚好知道100年未解的对子，岂是他说知道就知道的？赵灵，我与你朝夕相处1整年，我怎么觉得我才开始认识你？抓紧时间，加一个。哎呀，张院长，你还说我轻敌，你这……我也没搞懂啊，这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对了呢？哎呀，看来我们还真不能小瞧这位赵大人。他似乎并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看来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你就是那个号称诗仙的柳清风吧？天下人给的虚名而已。虚名？我看你还挺享受这样的虚名。我觉得不该叫虚名，虚伪更合适你。不扯淡了，出题吧。我等文人皆是高风亮节、高处不胜寒之人，你懂什么？你懂不懂我背负诗仙的名头需要承担多少？你知不知道我内心有多么孤独？你的孤独？那你可知我的孤独？既然你我都是孤独之人，那你我便在一炷香之内以孤独为题作诗一首，如何？如你所愿。我已经做出来了。这么快？对，就是这么快。这人似乎并非草包，说不定真能出诗。不过这么短时间，能出什么好东西？那行，你可以先吟你的，我时间充裕，我不急。柳兄，你可别阴沟里翻船了。我对自己的作诗能力还是有自信的。他这个人脑子转得快，之前国子监出了几道歪脑筋题都被他答对了，所以对对子应该也是他刚好擅长的领域。但作诗不一样，那得有底蕴、有情怀、有思想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他估计能做首打油诗就不错了。作诗的话，柳清风虽然年轻，但老夫也相当佩服。这取决于他从小的经历。至于赵大人，不提也罢。好了，诸位莫要讨论，还是听赵大人先吟吧。对，殿下说的是，咱们先听听赵大人能吟出怎样的诗，这说不定能让我等惊如天人呢。孤独。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2句开头感觉不错，我怎么有种不妙的感觉？好像真能出首好诗啊！这不可能吧？这不可能吧？大人莫慌，只有2句而已。孤舟蓑笠风，独钓寒江雪。赵离，你的内心竟然已经古代到如此程度了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此等诗词堪称千古绝句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是等你把诗词做出来，还是下一个？我输了。这赵离似乎很厉害啊！何谓天才？难道说的就是赵大人？他竟有如此文采，一句独钓寒江雪，竟压得当代诗仙认输。你们都觉得我只是一个靠着答题逆袭的乞丐，都认为我毫无文墨，就对科举指手画脚，夸夸其谈。但如今事实摆在面前，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还有我未出题，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就是一个词圣庄飞扬是吗？一首《采莲子》堪称我大梁传世佳作，连领国都有不少仰慕者。你知道就好，所以我要与你比词。好啊，比词怎么比？只要你能做出一首能够超越我《采莲子》的词，我立刻拜你为师，并送束修之礼。高招啊！若临时作词，说不定真有那么一点几率让赵大人给临时抱佛脚赢了。但让赵大人现场做出超越那堪称传世佳作的《采莲子》，恐怕没有任何机会。可之前那个100年未对出的对子，不就被他对出来了吗？还有那首诗，奇迹不可能一直发生下去。怎么，你不会是怕了不敢接吧？刚才不是那么狂傲的吗？吓我一跳！我还以为真要拜你这个乞丐为师呢，估计会把我张家祖上都气死。赵离，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就算输了也没关系。殿下说的对，赵大人，你已经很厉害了。我也觉得他挺厉害的了。如果真要改革，我倒是可以研究研究。既然你无心再战，那就认输，辞掉你的官职，安心当乞丐吧。谁说我认输？你的挑战我接了。那你倒是做，我也给你1炷香时间。不用了，我已经有了。青玉案，元夕。不会吧？他连词都……东风越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黯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殿下，您怎么哭了？好诗。对，确实是好诗，而且我觉得赵大人这首诗是专门为您创作的。赵离，我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意，只是我无法原谅你的抛弃。母亲她也永远不会允许你和我更进一步。对不起，赵离，我们有缘无分。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的心情，感觉读了一辈子的所谓锦绣文章白读了。今日无论是诗还是词，都让我见识到了何谓绝顶的存在。这样的人能站出来推陈出新，还有谁敢不服？难道我真的老了？完了，天塌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啊！秦院长，咱们……彻彻底底的输了。学生庄飞扬，拜见老师。此乃学生出生时父母求的百家所，还望老师笑纳。学生柳清风，拜见老师。这是我家传玉佩，现赠于老师。
还望老师不嫌弃。学生张子霖拜见老师。我愿交出翰林院院长之位。我愿交出岳麓书院院长之位。东西你们都留着。不，老师，我们是真心拜您为师啊。对，达者为师。我们不会因为您年纪小就轻视您，您已经让我们心服口服了。我们也是。完了，这家伙拉拢人心了。哎呀，使不得呀，老师。您真是高风亮节之辈，不但既往不咎，还如此。我们先前真的是太狂妄不堪了。既然你们愿意征我做老师，那为师便有一个请求，希望能够推动改革。我大梁需要更进一批新鲜血液。我也是喜爱文墨，但这不是断定一个人才华的全部。老师放心，我等定然全力推动科举改革。好，老师，我等几人幸得恩师，我们进一步说话。我等愿意倾听您的宏图。好。想不到，一个乞丐竟然有如此文采。现如今他的一言一行已然已被天下人所关注，影响力空前绝后。我听说现在要拜赵林为师的人已经排了几天的长龙了，拜他为师竟然成了当下最热门的事情。三妹手里有这样的人，咱们兄弟俩距离皇位更远了呀。就这么放弃了？不放弃又能怎样？况且就算斗垮了三妹，还有大哥你跟我呢。二弟，你果然没跟我齐心。齐不了的，大哥，皇位只有一个。我也想得很明白，与其让你坐上去，或者三妹坐，对我来说似乎都差不多。而且大哥你北域兵强马壮，你若登基，我这个南王还坐得稳吗？二弟，我可以跟你划地而治，你当你的南地，我当我的北地，将大梁一分为二，但实际同属一国，如何？大哥真愿意这么做？当然，只要你愿意全力助我。算了，口说无凭，哪怕你我亲兄弟，我也不敢冒大不韪帮你做这种事情。你不相信我？这样，我可以写一道诏书，将南边划分于你，等成就大业时，你便能高枕无忧了吗？大哥此话当真？当然，我这就准备诏书。最近辛苦你了。陛下，微臣何德何能？咱们可是老乡，你这样身份了不是？北域30万，南域15万，这45万兵权在老大老二手上，我始终不放心。这是当初先帝为了制衡你，才将兵权交给2个皇子的吧？你能猜到也很正常，所以得收回来。太师乃是3公之首，又是天下监军，得撬开太师的口才行，这样会容易得多。不可能，于春秋是老皇帝的人，他对大梁忠心耿耿，他不可能让大梁成为我的一言堂。而且谁知道他背地里在想什么？可若不是一言之堂，这些皇子心怀鬼胎，若雪的皇位也必然坐不稳。哦，那该如何是好？走一步看一步，若太师心有猫腻，我也绝不留情。你呀，够狠！余家世代忠良，身怀丹书铁券，免死金牌。我若动他，恐怕天下人都会诟病我，会对若雪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我动他何事？让我来背负这个罪孽好了。母皇，赵林怎么会在您的寝宫？是我找赵大人聊聊天的，你二人何事这么慌张？陛下，北燕大军已经借寻人为由踏入我大梁防线。北王呢？北王奋起抵抗，损伤人马5万，但依旧难以抵挡，所幸暂时暂歇。北燕派来使者，2国交涉中。赵大人，你觉得该怎么办？能怎么办？跪回去。巴彦，此乃我大梁少帝苏若雪，还不跪拜？哼，笑话！你们大梁要跟我弄这出的话，那就没有谈的必要了。大燕铁骑长驱直入，到时候谁给谁跪拜，
才另说呢。你，大哥莫要激动，如今北燕大军势大，年幼小败其手，还是莫要激动的好。我败？哼，不是殿下非要逼着我偿还半年赋税，我把这钱花在公事上，我会败？朝廷没有单独拨款建造宫室吗？北王的意思，你是怪殿下了？我没说，你分明就说了。但大哥说的也不无道理吧？裴玉面对大燕铁骑，竟然还要被逼着还钱，就算公事上影响不到，但士气肯定也会，所以才……别这么说，少帝也是听信了某人谗言嘛，也不能全怪少帝。吕大人，如今赵大人门徒遍天下，有些话您可别乱说。哈哈，看来大家心知肚明，我又没指名道姓谁，南王爷也能说出来，那老朽只能倚老卖老了。对，就是指赵大人。赵林如今势大，朝廷中必然有许多人嫉妒，稍微挑起一点火线，必然会引起非常好的效果。大哥所言极是，那就趁着北燕使臣这件事情，把赵林处理了。我已经有办法了。你们少说两句，今日还有重要的事情。我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大梁少帝。如今我大燕与你们两国已经兵刃相见，现在战事暂停，你看是出个解决方案，还是说咱们继续打下去？如果我大梁示弱，若打下去，恐怕……殿下，您不用惧怕这些蛮夷，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定身先士卒，和他们死战不休。大哥，我们都知道你不惧他们北燕，但实力确实有些差距，还是从长计议吧。对，还是别打妙。三妹啊，三妹，看你如何收场。我刚才说的，贵使怎么决定？北王爷心真狠啊！为了敲诈自己国家，竟不惜搬弄是非。我北燕是打算入侵，但只是打算，还没入呢。总之，到时候我会故作败事，然后你趁机讹诈朝廷一笔，所到好处我七你三。这三层和白送有什么区别？我当然想要，不过，是不是还有附加条件呢？到时候你……形势不太对，赵林怎么办？别担心，有我。你想怎么解决？很简单，只要你们大梁能够赔偿，这件事情便停歇。赔偿多少？白银1亿两，粮草200万担，此事可歇。你狮子大开口，居然要这么多！殿下说什么你都不能同意。可若不同意，北燕打下来。八燕，你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哦，这样啊，可以，我打个对折，白银5000万两，粮食100万担，但有个附加条件。什么附加条件？我要一个名叫赵林的人的项上人头。赵林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说这样的话？此人谣言已经传到我北燕，甚至不少我北燕人才都想入你们大梁来拜他为师，所以我北燕大王已经说了，此人必须死。若答应这个条件，我北燕可以签订10年停战条约，保证10年内不滋扰大梁边境。10年啊！若我大梁能喘息10年，好处有多少，不用多说呀。难道真的要让赵大人死？虽然这能让大梁松口气，但这欺人太甚。若我大梁兵强马壮，赵大人，对不起了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冲着我来的呀！早说嘛！哦，你就是赵林呐！切，我还以为长了3头6臂呢，没想到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北王，你说对不起我，是承认你打不过北燕了？我没承认，但客观上，我们跟他们确实有点差距，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还是承认你打不过了？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你连北燕都挡不住，你还当什么北王？要你有何用啊？你，赵林，你大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你竟敢说出口！不做北王，谁还有资格做北王？当然是有能力抵挡北燕者，才有资格做北王。我可是大梁皇子，你若仰仗的仅仅只有血脉，但毫无建树，这个皇子的身份亦没有任何作用。我即便抵挡不住北燕，但我这几年也是我来将他们牵制住，也根本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就想磨灭我的付出，你算什么东西？这下你终于亲口承认你无能。你天子之下皆为臣子，若这臣子无法做好臣子的本分事情，那就换个臣子便是。苏信，你既然已经亲口承认你无法抵御北燕，那就赶紧交出北域的兵权吧。赵大人说就是我所想。大哥，既然你已经亲口承认无力阻挡北燕，那就麻烦你交出兵权，我会另选良将镇守北域。毫无征兆，毫无征兆，居然毫无征兆的就顺水推舟要收走老大的兵权，而且有理有据。完了，老大这是投机不成，把命都捉进去了。若成功让他们收走老大的兵权，那我恐怕就难了。殿下，北王应该只是一时失言罢了。赵大人用不着如此上纲上线。北域兵权若轻易从北王手里脱出，恐怕会引起动荡。老臣也这么觉得。臣附议。你们大梁人真有意思，你们北王也算得上个厉害角色了。他尚且无法抵挡我们北燕，你们若换人，恐怕我北燕再无顾忌，定驱兵南下。我现在得帮他说几句话，不然这次不但捞不到好处，还白来一趟。这家伙也是，竟然被人将了一军，唉，太傻了。使者的意思是我大梁除了北王能和你们较量一下，其他人都不行了？哼，自然。你很了解我大梁吗？为什么能说出这种话？感觉你在帮腔？我什么帮腔？我只是实话实说。不但这个外国使臣帮腔，连我们自家人也在帮腔。难道是我赵灵出现幻觉了吗？这是什么情况？各位，赵林，你这么想拿我北域兵权，你拿走了，难道你就能抵挡北燕，就能让北燕不侵犯我大梁？我当然能，我当然能。听听，你领兵打过仗，你能解决北燕和大梁的千古问题。我若解决，你交出兵权。你刚才不是还在嘲笑我吗？怎么，现在怂了？行，我答应你。如果你做不到呢？那就如你所愿，该赔偿赔偿。毕竟你都说了，顶不住北燕，我们除了赔钱又能怎样呢？另外，我这条命也一并搭上，这样能减少一半赔偿的款，何乐而不为啊？好，我答应你，但我只给你1天时间。你若解决不了，我亲手杀了你；若你解决了，我立刻交出兵权。行，但你得先写下文书，将兵符拿出来，交给一个中间人，免得等下翻脸不认。想得美！我可不会提前写什么文书，更不会交出兵符。大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不会做这个中间人。朝堂之上，你可以选一个你信得过的，说赵林做不到，兵权还是你的，他的命由我亲自取，你意下如何？大哥，不如你给太师大人吧。太师大人两朝元老，又是百官之首，相信他绝对公正。赵林现在把我架在火上烧烤，我若不答应，恐怕此事难休。虽然他脑子好使，但北燕岂是那么容易乖乖听话的？豪赌啊，这是一场。行，就这么办。军令状我已经立好，兵符我也已经交出。若赵林能完成，兵符和军令状便给他；若他完不成，那就由我杀了。其实老夫是不支持你这么胡乱赌，但事已至此，我只能当个公证人。少帝殿下，微臣没有僭越的意思。无妨，太师大人，您有这个资格当公证人。北燕使者，现在由我接待你，请你随我来。你
你算什么东西？我凭什么随你来？你不来？好，雅公公，带到演武场。胡闹啊！巴彦可是北燕大夫，赵林如此对待大夫，不是要把两军的矛盾给激发吗？还是去看看吧。赵林，你们大梁人如此无礼，我回去之后一定禀告大王，铁骑直奔你大梁皇宫。哎呀，这是在做什么？怎么能把使臣给绑住了？这是要把事情闹大呀！得赶紧去把使臣放开。赵大人思路一向很清晰，今日这是怎么回事？有点过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他的办法，羞辱北燕使臣，这分明是更加激化矛盾。少帝，还是下令将使臣放开吧。赵大人最近发明了一个新武器，原来就是打算拉到北域去和燕国较量的。今日使臣既然前来，那正好可以提前给他们看看。武器？那个黑黝黝的铁块是武器？怎么可能？这东西看上去又笨又重，拿到战场难道是用来撞城门的？可是北燕是游牧民族啊，根本没有城门。到底是怎么用的？等下很快便知。北燕大军直趋我大梁皇宫。对，你死定了！希望你等下还是这么硬气。天哪，这是什么东西？阿妈，我想回家。此物如雷似火，威力怎么如此巨大？震天雷！你想干什么？别胡闹！别胡闹！你说我这东西能挡住你们北燕的铁骑吗？挡得住，挡得住！我一定将情况如实向大王禀报。回去告诉你们北燕大王，不是我大梁不想打，而是打起来谁都落不着好。但如果你们还要滋扰我大梁边境，那便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武器矗立在你北燕国门。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本来就没打算立刻入侵大梁，是你们大皇子苏建，他说配合他敲诈你们朝廷一笔3000分，我才答应来的。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反正我话说到这里了，信不信是你们大梁的事儿了。行，送客。你们别搞错啊！我没有，那家伙只是在色厉内荏，想离间大家的关系呢。离间不离间暂且不说，但今日你北王的身份和你的兵权应该保不住了。北王无能，无力抵抗北燕，有失身份，从今日起削掉北王身份，降为县王，1个月内不得离开京城，1年内不得和北域任何将士接触，否则视为谋反。把我降为县王？你有没有搞错？你又不是陛下，你有什么资格？你以为少帝2字是随便叫的吗？圣上不在，少帝的话便代表天子。没追究北燕使者刚才那番话的真实性，已经放过你，希望你不要不知好歹。微臣遵旨。太师大人，辛苦你帮忙做中间人，现在兵符和文书你可以给朕了。请少帝恕老臣反应慢。老二，太师大人，你们怎么走一路？哼，原来如此。太师大人，您居然一直支持的是老二，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你们藏得好深啊！哎呀，我的好大哥啊，你这次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今我们还怎么对抗三妹？你竟然稀里糊涂就把北域都输了。还不是那个赵林，我怎么知道他如此犀利？不但如此，还弄出一个威力极大的武器，把北燕使者给震慑住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晚。什么意思？你刚交出兵符，若现在立刻动身去北域，赶在三妹收回兵权之前拥兵造反。真到这一步了？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也是我唯一的机会。但赵林手里的武器……放心，我这些年秘密安排5万南军半城的百姓潜入了京城，届时你我里应外合。女人掌正，成何体统？薛瑞也就罢了，竟然不顾我劝阻，强行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女儿。该做个了断了。行，那我这就去动身。不对，我得乔装一番。赵林、苏若雪，等我回来，必将你们碎尸万段！你们什么人？赵林！大皇子啊，大皇子，原本想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真的会想跑回北域，打算造反。可惜被我逮住了。你连这一步都算到了，赵林，你好可怕！带走，押入天牢。希望老大一切顺利，不然这一局我们彻底输了。苏建他更不想输，所以他必然会卷土重来。不用等他了，他在天牢什么都知道。赵林，你什么意思？他是谁？你在说什么？老大呀，刚跑出城就被我逮住了，而且我只是略微动了些刑，他就把你们全都供了出来，包括你老二将南域兵丁潜入京城的事情，你们3个人合谋造反的事情，也一并交代。我是被老大逼的，这里有他写的文书，否则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你竟敢损毁如此重要的证据！不过，是你提前准备了一手保命符罢了，我完全没有兴趣。赵林，你为何能算得这么透彻？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给我拿下！你们住手！老夫两朝老臣，以下谁人不知？老夫忠君爱国，岂会背叛大梁？小米，你怎么来了？我爹他早就已经和二皇子串通，企图颠覆大梁政权，他二人来往书信，我皆有记录。你竟然……对不起，老爹，为了保护余家，我只能做这个污点证人，不然以赵林的手段，即便你有丹书铁券，也保不住余家。走。赵大人，恭喜了。恭喜什么？恭喜你完成了自己的承诺。是啊，而且我的思想，我的弟子们已经继承了，我保护的这只雏鹰，也该让它自由翱翔了。你要走了，舍得吗？我会为你披荆斩棘，扫除一切阻碍。舍不得，也要走。赵灵已经为若雪扫清一切障碍了吗？这么快，替我谢谢他，顺便杀了。若雪，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寝宫，这是要做什么？抱歉，娘亲，我是来逼宫的。你真敢啊，若雪！我可是你娘，你竟然要逼宫！赵林为我做的够多了，我不许你这么过河拆桥。我是为了你好，你可知那个人脑子里的知识有多可怕？他若想要，你的皇位根本保不住，他必须死！不行，赵林是我的人，他是为我而来的，我的人就该我做主。娘，现在我掌握了所有兵权，还有御林军，以及你的护龙卫，都适应了我。您只有雅公公和他的暗卫，您什么都没有了。您也够累了，所以都交给我好吗？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终于有自己的想法了。如此，这大梁江山，我就能放心交给你了。诏书和玉玺早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迟迟没给你，就是在等今天。
你们没人看到过赵大人吗？这是赵大人的信。傻子，我的承诺我已经做到了，也终于能松口气，所以该走了。我该继续寻找我人生的意义。你也该照顾好你的国家，无念。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我已经原谅你了，你为什么要在最后走？去，给我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是，陛下。